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我是阿段。上期咱们说完了 PlayStation 的游戏版税架构和 CD-ROM 的运用想法后，今天我们将继续讲述 PlayStation 的商业故事。关于世嘉土星为什么失败，游戏行业普遍认为，尽管采用 CD-ROM 这一创新媒介，但它依然依赖传统的游戏批发流通体系。这种看法在游戏业界已成常识。PlayStation 之所以成功，正是因为它利用了 CD-ROM 这一媒介的同时，也改革了游戏流通体系，充分发挥了媒介存储的优势。当时佐藤明的构思是这样的：传统的由初兴会及批发商主导的游戏流通系统是以 Mask-ROM 为基础，任天堂主导一切，而我们则是通过 CD-ROM 消除了库存管理的需求，可以进行重复供货。如果是这样，那就应该利用这一优势构建新的销售系统。在索尼公司内部，关于 PlayStation 成功有这样一个流传的说法：PlayStation 有两个天才，一个是负责技术的久多良木健，另一个是负责市场营销的佐藤明。大贺典雄对佐藤明的评价是这样的：佐藤明从 CBS 索尼唱片成立时就开始为公司效力，是我将他任命为 PlayStation 的市场营销负责人。他确实做得非常出色，在当时的游戏行业中，他不断推出一系列令人难以想象的创新举措，这与 CBS 索尼在当时的唱片行业中采取完全不同的方式并取得成功的策略是一脉相承的。当考虑到如何让 CD-ROM 的优势得到充分发挥时，佐藤明自然而然地提出了放弃通过批发商的渠道而改为直接销售的想法。游戏软件业务的关键在于如何与最终用户建立联系，而这个联系点就是零售商。零售店在应对游戏市场趋势时的表现极其重要。当顾客询问某款游戏是否好玩时，是什么游戏，店员能否提供有效的回答，他们能否准确传达游戏软件的卖点，这些都是至关重要的因素。更简单的来说，当顾客问最近热门的那款游戏什么时候发售时，店员是否能给出明确的答复。为了做到这一点， PlayStation 必须采用直销的方式。佐藤明有着一个强烈的认知，游戏业务的战场就在零售店铺前线，能否对进店的顾客进行相应的接待，如何在店头促使顾客购买游戏。佐藤明相信直销能够使这一切成为可能。他的想法是这样的：在 CBS 索尼，我换了许多工作。索尼公司很喜欢让员工轮岗，我做过新人发掘、视频软件的版权业务等。最久的一份工作是做销售推动，做了快4年。最后我被派驻横滨，负责一个销售办事处和 Treefort 的唱片品牌，但后来品牌被整合了。我突然闲了下来，于是我就开始大量玩游戏。可能正因如此，我被调到了 PlayStation 项目组。佐藤明曾在负责视频软件版权业务期间调查过零售商的经营情况，这段经历让他受益匪浅。观察游戏零售店的发展历程时，我发现许多店铺最初是成人书店，后来转型为成人录像的销售，再到经营出租录像带，随后开始销售红白机 FC 的游戏软件，最终变成了游戏专卖店。由于游戏并非属于再版指定商品及价格无法固定，所以对于零售商门店来说，如何确保畅销商品供应是个难题。因此，如何确保货源就是业务的核心所在。此外，佐藤明还提到自己曾因购买到假冒新品的20商品游戏而有过教训，这也为他制定战略提供了借鉴。对厂家而言，最理想的销售方式就是自行销售。如果让我重新考虑销售方针，我一定还会选择直销。这是因为直销的核心优势在于速度，直销和间接销售相比，在信息流通和物流速度上有着天壤之别。在门店前线发生了什么，某个游戏的销售情况如何应对并安排补货，这些决策只能通过直销才能及时做出。佐藤明对 CD-ROM 的特性进行了更加彻底的思考，为了充分利用这种媒介能够快速补货的优势，是否还有其他可以做的事情呢？尽管 SCEI 已经决定自行直接销售自家硬件和游戏，但佐藤明总觉得仅靠这一点还不够，要战胜那些似乎强大而稳固的现有竞争对手，还需要更具决定性的策略。就在1993年春天的一天，他逐渐理清了问题所在。虽然 SCEI 的员工们已经深刻地理解 CD-ROM 的优势，公司也具备充分利用 CD-ROM 的优点，他们可以根据市场动态及时调整供货数量。然而佐藤明的眼光看得更远。当时 SCEI 还不具备自主开发游戏的能力，因此在平台启动阶段，他们不得不依赖第三方游戏开发商的支持。然而这潜藏着一个可怕的问题：游戏开发商往往对自己的作品充满信心，希望尽可能多的销售，
如果他们直接向零售商门店销售，可能会一次性将大量产品强行补货，导致零售商库存积压，寸步难行。而那些规模较小、销售能力不足的开发商，则可能会依赖传统的批发渠道，而批发商延续旧有的方式，将超出实际需求的数量大量分发出去。这些多余的产品将迅速沦为滞销库存，引发价格崩塌。要避免这种局面，需要什么样的机制呢？佐藤明继续深入思考，他发现问题的根源在于整个行业长期以来都被 Mask-ROM 的商业模式所束缚。这种商业模式的特点是生产周期长，无法快速补货，因此只能在首次生产时大量制造。如果多余，则进入二手市场流通。整个行业围绕这一模式形成了复杂的生产体系，并被牢牢束缚其中。在市场调查中，佐藤明发现了这种固有模式的弊端，例如滞销库存的游戏软件被迫捆绑销售，或者受欢迎的游戏被炒作囤积以高价出售。这种不良的习惯深深根植于行业内部。佐藤明担心，如果将以快速补货为卖点的 CD-ROM 投放到这样一个充满旧习的市场中，可能会被完全按照 Mask-ROM 时代的方式处理，而无法发挥其应有的价值。CD-ROM 的快速补货特性能否被习惯于 Mask-ROM 商业模式的游戏行业所接受呢？佐藤明认为，即使媒介本身有出色的特性，如果处理它的人无法改变固有观念，情况依然不会有任何改变。而这种旧有的习惯很难打破，即使人们对新主机抱有期待，也可能因为习惯使然回归老路。佐藤明意识到，如果继续沿用传统方式，自身开展 PlayStation 项目的意义将荡然无存。所以他得出结论，不能将流通控制交给别人，我们必须亲自负责。习惯于 Mask-ROM 模式的人要真正掌握 CD-ROM 的优点需要时间，在此期间我们必须独立完成销售工作，这不仅是义务，也是实现 CD-ROM 潜力的唯一方法。于是佐藤明提出了一种全新的分销方法，采购销售方式，这是游戏行业史无前例的尝试。佐藤明当时的想法是 ，SCEI 作为批发商，从游戏开发商手中采购产品，再销售给零售商。SCEI 会掌控生产、首次生产的数量和补货数量及库存调整。这种商业模式的核心在于，通过掌握 CD-ROM 快速补货的特性，设计了一套与之匹配的销售体系，能快速响应市场变化。这套体系将生产与库存调整权统一交给了 SCEI， 从而避免了旧有模式中的问题。例如在之前节目中我们所提到的强行铺货和库存积压。每款游戏的推广由游戏开发商负责，但实际的销售由 SCEI 完成。游戏生产数量和后续补货的决定由 SCEI 与游戏开发商协商后主导完成。佐藤明的想法是，这不仅是为了推动 CD-ROM 特性的普及，更是要让习惯旧模式的游戏开发商意识到 CD-ROM 的补货模式是如何运作的。如果任由他们去沿用旧方式，最终一切都会回到原点。我们必须用新的方法引领他们前进，而利用任天堂这套机制是暂时性的，只是在过渡期内适用。尽管在索尼公司内部也有人质疑，为何平台方要承担如此多的责任？但佐藤明坚信自己的方向是正确的。他指出，成功实施补货模式的关键在于掌控硬件的准确市场数据。市场上有多少台硬件，就只能对应销售多少游戏。比如市场上只有30万台硬件设备，如果生产50万张游戏光盘，那多出的20万张必然会成为库存，这是无法回避的现实。因此，平台方必须准确掌握硬件销量和生产，同时与游戏开发商合作，制定合理的销售计划。而 SCEI 是唯一能够实现这一目标的公司，因为它不仅掌握硬件生产，还将游戏生产集中在索尼音乐的青钢工厂，能够完全掌握鸦片数量。这正是 SCEI 的优势所在。佐藤明在采购销售这一新系统中寄托了多重想法。这种采购销售方式不仅是 PlayStation 项目启动初期的关键策略之一，同时也被认为是实现吸引第三方游戏开发商的最佳手段。尤其是这种商业模式会直接吸引那些技术实力出色但资金不足的小型游戏开发商。在那个年代，许多小型开发商因为实力不足，不能直接到零售商那里推销产品，甚至连雇佣业务员的预算都没有。尤其是那些一年只推出一款作品的小型游戏公司，这
这种情况下，他们更愿意将有限的资源投入到雇佣更多的开发人员上，而非用于销售。佐藤明希望这些小型游戏开发商也能加入到 PlayStation 平台。在任天堂传统的体系下，这些小型开发商往往只能依赖现有的批发组织来销售自己的产品。然而，对于规模较小的公司，批发商很难像对待大公司那样平等对待他们。佐藤明的想法是，我想帮助那些无法自行开展销售的小型开发商，让他们能够推出更多优秀的作品。如何让这些小型开发商的作品进入市场？如果不是通过初心会日本任天堂组织的零售联盟，而是我们代替他们完成这一过程，无论这项工作有多困难，我都愿意去做。佐藤明的想法与久佐良目前为游戏开发者提供开发库、简化复杂的准备工作，让他们专注于创作本身的思路是一致的。在索尼内部讨论佐藤明这一商业提议时，争论激烈，出现了很多声音。真的能通过这种方式运作吗？即使我们能从中获得几个百分点的利润空间，扣除销售成本后，还能维持收支平衡吗？能否有少量的人员处理大规模的交易？这种方式真的能实现规模效益吗？要让这种模式奏效，佐藤明认为必须建立一个实时掌握硬件和游戏软件销售情况的商业系统。例如，当硬件销量为30万台时，就没有必要生产50万张光盘。为了根据市场动态进行精准的供需调整，必须进行细致的销售数据调查。这时，佐藤明从唱片行业的经验中找到了灵感。丸山茂雄对此解释说，索尼唱片行业多年来已经非常熟悉如何管理市场动态、库存和生产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根据销售速度判断需要补货的数量。佐藤明特别关注的是如何避免供过于求。如果商店里堆满了 PlayStation 的硬件和游戏，而顾客却没有购买，这无疑向公众传递这些产品卖不动，出现了滞销的信息。因此，必须准确掌握市场的销售动态。为此，每周的周末成为佐藤明团队彻底调查市场动态的固定时间。他们根据信息列表逐一走访销售店铺进行实地调查，通过分析店铺上报的销售数据，判断缺货的情况，并安排补货生产。这个过程形成了一个不断循环的机制，通过店铺的销售数据掌握市场动向，精准补货，从而最大限度地避免库存积压，同时确保供需平衡。然而 SCEI 代替游戏开发商进行自主流通这一制度，并未能轻易被游戏开发商接受。有些开发商希望像过去一样，通过批发商的流通渠道进行销售，还有些认为自己实力足够，想利用自己的销售团队直接将产品推销到零售商门店。甚至有些开发商强烈抗议，为什么自己的产品不能由自己来处理？对于游戏开发商的反对意见，佐藤明坚定地表示，即使有人反对，这也是必须实行的。佐藤明解释道，如果仍然部分保留现有批发商的分销体系，就会出现双重标准的混乱局面。同一个零售商既会从 SCEI 收到某些开发商的产品，又会通过批发商收到另一家开发商的一些产品。如果不实施采购销售的模式，而是让开发商自己负责分销，大多数开发商实际上是无法亲自到零售商门店推销产品，因此依然会依赖批发商，而这就会导致 CD-ROM 产品通过批发商渠道的流通速度变慢，这与 CD-ROM 快速补货的特点就背道而驰。与此同时，那些意识到 CD-ROM 补货优势的开发商会尽力追求这一优势，从而造成市场两种截然不同的流通方式并存的局面。这种局面不仅让零售商门店难以管理，还会增加账单处理的复杂性。通过 SCEI 分销的产品数量明确，但通过其他渠道销售的产品数量可能模糊不清，导致补货决策变得缓慢甚至不准确。这种复杂混乱的市场状况，正是佐藤明坚决要避免的。正如德川辉久所说，反正从零开始，没有任何既有束缚。如果我们顾虑现有批发商，就无法做出任何新尝试。从 CBS 索尼的成立经验来看，做生意就是这样，如果不进行革新，就没有理由开展这个新业务。与 CD-ROM 这一全新媒介完全匹配 PlayStation 系统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世嘉的土星主机仍然沿用传统的批发商分销体系。虽然最初世嘉公司未意识到 CD-ROM 可以快速补货的优势，但即使后来他们明白了 SCEI 分销系统的理念，他们也因与批发商的关系而无法改变旧有体系而止步不前。这正是两家公司之间的关键区别。索尼没有任何负担可以放手一搏，而世嘉却无法舍弃已有的
的包袱。尽管如此，这种要求所有产品都通过 SCEI 分销，并从首批游戏生产开始，根据销量进行补货的方式，起初遭到许多游戏开发商管理层的强烈反对。尽管 SCEI 提出了各种激励举措，但采购销售这一新机制依然难以被行业接受。正如负责 PlayStation 销售的岛本所说，连我自己都觉得这点子太异想天开了，游戏开发商更是直言这根本不可能做到。岛本曾在索尼音乐负责销售唱片，在1991年1月 SCEI 刚成立不久就加入了公司。他回忆到当时的情况，当时索尼音乐的社长小泽问他：“你玩游戏吗？”岛本回答：“我不太会玩。”小泽随即说：“不会玩不要紧，去试试吧，调你去 SCEI 做销售。”起初岛本以为新工作就是拜访零售商店铺，他没想到竟还需要向游戏开发商推广佐藤明的采购销售模式。他表示，这种商业模式完全是佐藤明先生所构想的，和索尼音乐的传统做法无关。在唱片行业中，委托销售及唱片公司帮助其他公司或个人销售作品是一种常见的做法，但索尼音乐选择不采用这种模式，因为他们的理念是销售别人的作品无法做到全心全意的投入。尽管在接任新工作后，岛本多次拜访游戏开发商进行游说，但起初很难让对方签署合同，最终他只能反复登门，直到对方点头为止。即便他对游戏毫无兴趣，但依然有一种使命感支撑着他。不能再让批发商主导游戏流通了，特别是大型游戏开发商的反对尤为强烈，因为在新的商业模式下，他们不仅失去了自主管理销售的权利，连首批生产数量的决定也需要与 SCEI 协商。游戏开发商的销售人员担心自己会因此丢掉工作，岛本只能反复解释，除了明确热销的作品外，其他作品可以采用小产大销的策略，通过快速补货实现稳定增长。然而开发商的回应总是：别说这些了，只要让我们的产品从一开始就大规模销售就好。另一个争议点是销售店铺的覆盖范围，任天堂初心会分销体系覆盖了全国 2.5 万家店铺，而 SCEI 提出的方案仅限于约5000家。对此，游戏开发商感到警惕，入货的店铺怎么会这么少？比以前少太多了。岛本则认为，日本全国只有7到8000家唱片店，游戏软件业务的规模应该和唱片行业相仿。他进一步解释道，2.5万家店铺的数量实在太多，导致每家店的销售额平均偏低，因此5000家店铺才是合理范围。我们是从零开始，5000家店铺对于我们来说已经很多了。我私下觉得，初期目标甚至应该定在1000家店铺。尽管如此，经过多次说服，逐渐有开发商接受了这一模式。他们开始理解，通过补货订购系统，可以更加精准地掌握销售潜力，实现销量的最大化。此外，索尼的品牌信誉也起到了关键作用，而开发商普遍认为，与其信任任天堂初心会，不如信任索尼。然而，直到最后，也没有完全接受 SCEI 采购销售模式的是科乐美。这是一家对直销模式有着极强执念的公司，他们始终坚持自己的产品必须由自己销售。科乐美的北上和美表示，我们认为索尼的游戏平台将成为下一代的核心，对于索尼品牌的信任也是我们做出判断的重要依据。当时我们正在运营超级任天堂和世嘉 MD， 但这2个市场已经接近饱和，无法再获得更大的增长。我们需要培养下一个支柱。世嘉的策略是一贯先巩固自身基础，然后再向第三方发出邀请，在那个时间点上，我们只能依靠索尼了。科乐美加入 PlayStation 平台的决定做得相对顺利，但当涉及到采购销售模式时，事情便陷入了僵局。科乐美以毛细血管式销售闻名游戏业界，其销售网络布遍日本全国。当时科乐美在全国拥有100个销售办事处和13家销售公司，其销售力量甚至超过了 SCEI。这种强大的销售网络源自科乐美在街机业务中的经验和布局。北上和美表示，作为制造商，拥有自己的销售网络是理所当然的事，把握用户需求并基于此进行开发是制造商的责任，而为了实现这一点，直销网络是必不可少的。作为制造商，不能将流通交给他人，尤其是 CD-ROM 的媒介，它支持快速补货，能够做到 ROM 卡带无法实现的快速生产，因此我们必须自行开展直销业务。然而这一理念与 SCEI 统一采购并统一销售的方针完全对立。北上对此直言不讳。当我听到 SCEI 要代替我们销售时，内心是非常抗拒的。我们好不容易脱离了初心会的限制，终于可以自己负责流通了，却又把这一切交给 SCEI。
面对这样的科乐美，岛本孤军奋战，但进展非常缓慢。然而他不断拜访北上，最终科乐美不敌其坚持，勉强同意了这一模式。不过附加了一个条件，实现契约。北上解释道：“我们向 SCAI 提出了合作期限为1年半的要求，在这1年半期间 ，SCAI 可以通过其销售网络销售我们的产品，但之后我们将转为自建直销网络。”从1994年12月到1996年间，科乐美的产品通过 SCAI 的网络销售。然而，即使在这段时间内，北上对自家产品的销售情况随时保持高度警惕。他甚至多次前往 SCAI 公司大声抗议。北上回忆道：“游戏初期出货量的多少其实并不是问题，因为 CD-ROM 的补货功能可以迅速追加，关键在于电头不能断货。尤其是我们已经提醒 SCAI 某款产品可能会卖光，希望他们确保供货时还是发生了断货。我对此非常愤怒。”即使补货系统只需要3天时间，但有些时候市场走势就在这3天内决定了胜负。作为科乐美方面的负责人，我必须为此发声。1年半后，1996年开始，科乐美正式宣布按照约定转为自建直销网络。然而北上表示 ，SCAI 他们迟迟不愿归还销售权。晚上茂雄和岛本一再试图拖延。我明确表示，合同中白纸黑字写得很清楚，我们已经为直销模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并须按约定进行。虽然 SCAI 最终交还了销售权，但双方的说法各有不同。岛本则回应：“我们立刻归还了销售权，并没有拖延。”佐藤明也表示，对于已经能够自建完善流通体系的公司，我们不会阻止他们开展直销业务。我们的目标不是强制，而是提供支持。到1997年 ，SCAI 对采购销售模式的某些方面进行了调整，例如最初的游戏首批生产数量由 SCAI 与开发商协商后决定，但后来这一权利被下放至开发商，让他们可以自行决定首批游戏的生产数量。对于是否采用直销，不同的游戏开发商意见不同。科乐美的北上和美认为，大型游戏开发商应该采用直销模式，比如南梦宫，他们有那么多的销售办事处，完全可以独立直销。科乐美不想被孤立，但南梦宫当时的销售主管远口洋一坚决表示，我们不会直销，强行向市场推销卖不动的产品，只会损害品牌形象。SCAI 的采购销售模式是开放且合理的。南梦宫依靠15名专门的店铺开发人员，与日本全国前1000家顶级零售商保持紧密联系，并通过这一方式收集市场数据。这使得南梦宫在与 SCAI 合作时，能够基于具体数据做出决策。而科乐美方面，由于产品种类繁多，直销模式对其更加重要。远口洋一总结道，目前 SCAI 的方式是最优解，分散的直销模式效率低下，而由 SCAI 统一管理更加高效。游戏的销量取决于产品本身的质量和宣传方式，而不是销售模式。SCAI 通过一系列出人意料的商业提案，在游戏行业内掀起波澜。这种大胆的商业策略同样体现在销售渠道的开拓上。岛本后来回忆道：“我们没有极其依赖的销售渠道之一是唱片店。虽然我们隶属于索尼音乐，但并没有将唱片店作为游戏的主要销售渠道。这是因为我们从索尼音乐的经验中了解到，主流商品和附属商品的待遇完全不同，因此唱片店并不是游戏主要的销售渠道。那么 SCAI 的目标销售渠道是什么呢？答案是游戏专卖店。他们以每3万到4万人口就有一家店为标准锁定的目标。岛本说，我们简单的按照地区销售额的排名逐一拜访，亲自与店主沟通，希望他们能加入。从1994年7月开始，岛本与这些店铺进行合同谈判，但进展缓慢，双方在利益条件上无法达成一致。大型量贩店通常要求回扣，以换取大批量的采购优惠，然而岛本假装听不懂，什么折扣率不是日本全国统一的吗？回扣是什么？我们是外行，根本不懂这些。事实上，这完全是 SCAI 有意而为之。他们的目标是为所有店铺提供统一的条件。在唱片行业的经验中，不论店铺大小，都提供相同的条件是一种常识。创意产品是独一无二的，无法被其他产品替代，因此基于店铺规模差异化对待是不可接受的。SCAI 希望无论是地方小型店铺还是大型量贩店，利益条件都能保持一致。也因此 SCAI 与电桥相机连锁店的合同直到1994年11月20日才签订，此时距离 PlayStation 12月3日的发售日仅2周时间。随着发售日临近， PlayStation 引起的市场话题逐渐升温，商人们意识到这款产品将大卖
脉，纷纷不想错失商机。尤其是当他们听到了 PlayStation 的采购条件时，更坚定了这一想法。岛本说道：“我们参考了唱片和家电产品的批发折扣率来确定 PlayStation 的批发价格。唱片的折扣率为70%，视频软件为75%，因此游戏软件也定为75%。至于硬件，则参考家电产品的批发率，最终也定为了75%。然而，岛本完全不知道，在游戏行业，硬件批发折扣率通常高达85%甚至90%。这意味着 PlayStation 实际采取了硬件薄利多销、游戏软件盈利的策略。岛本后来坦言：“我们完全是外行，不知道这些行业习惯。按照这种折扣率计算，售价为39800日元的硬件，通常留给店铺的利润仅为10%，约3980日元。而 PlayStation 的折扣率却让店铺获得了25%的利润，接近10000日元。对店铺来说，这是一笔罕见的好交易。市场热度和高利润率使得大型量贩店放弃了争议，决定参与。”岛本回忆说，一家秋叶原量贩店的社长特地打电话感谢他说：“感谢 SCI PlayStation 让我们赚了大钱。”由于批发折扣率较高，此后 SCI 在硬件降价时及时调整了批发政策。岛本后来回忆说：“我们确实是外行，当时什么都不懂。”尽管如此，就是这种外行策略最大程度上发挥了优势，为 PlayStation 的成功奠定了基础。在确立了 PlayStation 商业概念和销售模式后，之后久多良木健团队他们会在广告营销方面怎么做呢？这是下期视频的主要内容，也是 PlayStation 商业篇的最后一章。制作视频查找资料不易，如果您喜欢主机游戏发展历程，不妨在油管和 B 站关注阿段的频道，为我的视频点赞，让更多人看到。再次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